有缘人，你以为修行的最高境界是顺其自然，是无为而治，是像一只温顺的绵羊一样等待命运的安排。错，大错特错。如果我告诉你，这种岁月静好的观念不过是用来安抚底层，让大多数人放弃抵抗的镇静剂呢？今天我要带你了解一本被历代帝王视为绝密档案，被兵家视为杀伐利器，甚至被道家奉为承先天梯的奇书《黄帝阴符经》。为什么它被称为古今第一禁书？是因为它揭示的宇宙法则实在是太过冷酷，太过颠覆，甚至可以说是太过反人类。它不像《论语》教你温良恭俭让，也不像市面上的心灵鸡汤教你和解与放下。它就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毫不犹豫地直接切开了这个世界的温情表皮，让你看到底下血淋淋的能量流动真相。历代以来，只有不到0.1%的顶层精英，也就是那些真正的开国帝王、谋略大家，才敢真正去触碰它。而今天，在这个算法不仅控制你的手机，更想控制你大脑的时代，我觉得是时候把这本天机密码本公之于众了。请点个赞，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将进入《黄帝阴符经》的5重深度折叠世界。当你看懂了这个影片，你离真正觉醒就不远了。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历史悬案。这本书是谁写的？唐代有个叫李全的将军，声称自己在嵩山的一个石洞里发现了它，说是上古皇帝所传。这听起来像不像金庸小说的开局？学术界为此争论了上千年，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兵家读出了权谋，道家读出了金丹，而纵横家读出了天下。因为这部书的底层逻辑是对能量守恒与资源掠夺的最早阐述。阴符经开篇第一句就扔下了一颗核弹：天地万物之道，万物人之道人，万物之道，三道既宜，三才既安。听懂了吗？他没说生，也没说养，他用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道字。这里的道不是偷鸡摸狗，而是汲取，是富商流，是维持自身系统活力的根本法则。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要天人合一，要和谐共处，但阴符经冷冷地告诉你，宇宙的本质是一个巨大的、永不停歇的能量交换场。这根本不是哲学思辨，而是物理现实。从热力学第2定律来看，宇宙万物都在不可避免地走向无序和寂灭。太阳如果不从核聚变中盗取能量，就会熄灭；植物如果不从阳光和水中盗取养分，就会枯萎；而你如果不从外界摄取食物、信息和机会，你的生命系统就会崩溃。天地在无情地剥夺万物的生机，比如岁月催人老，这是天在盗你的生命，万物在掠夺人的精力。你欣赏美景，享受美食，你的心神能量就在消耗，
而人也在反过来掠夺万物的资源。我们吃饭、呼吸、开采矿藏，无一不是在盗取。这就是世界的真相，不是温情脉脉的田园诗，而是一个精密、冷酷却又完美平衡的能量掠夺链。有人可能会问，这太黑暗了，难道生存的意义就是互相掠夺吗？我们不能选择善良和给予吗？这种想法看似慈悲，实则天真。这叫不懂阴阳，也叫乱点鸳鸯谱，自作聪明。给予和善良当然是高级的智慧，但它必须建立在你拥有足够能量的基础上。一个自身难保的溺水者，如何去拯救别人？一个连自己都喂不饱的人，谈什么普度众生？阴符经不是让你去做一个恶人，它是让你先认清现实，停止幻想，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真人。在你连自己的能量都守不住的时候，你所谓的善良不过是任人宰割的软弱。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修行？不是躺平，不是佛系。真正的强者是那个最高明的宇宙大道。阴符经提出的核心概念叫道基，基就是那个稍纵即逝的临界点，是水将沸未沸的那个瞬间，是量子力学里波函数坍缩的那一刹那。普通人是被动的，像一块放在户外的蓄电池，等着时间来盗走你的青春，等着老板盗走你的剩余价值，等着算法盗走你的注意力。能量被动流失，直至耗尽。而高手懂得在天地万物的运转中，像一个顶级的猎手，屏息凝神，精准地捕捉那个机。利用水势发电是盗水之机，利用风口创业是盗食之机，利用人性的弱点营销是盗人之机。所以别再自我感动地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了，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最好的安排，不过是强者主动布局的结果。真正的智慧是像一个潜伏在暗处的猎人，在宇宙的能量流过你身边的每一个瞬间，果断出手，将其转化为自己的势能。君子得之固功，小人得之轻命。这一法则无比锋利，它本身没有善恶，君子用它来修身齐家，建立功业，因为他们懂得敬畏，懂得能量越大，责任越大。而心术不正的小人，一旦掌握了这种掠夺术，就像一个3岁小孩挥舞着一把开了刃的战斧，往往会因为承载不了巨大的能量反噬，最终玩火自焚。这根本不是意外，而是因果。明白了宇宙是道的逻辑，那你该怎么做？是感到恐惧还是感到兴奋？这就引出了阴符经的第二个核心心法，一个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升到神明高度的9字真言：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今矣。很多人被道法自然4个字误导了一辈子，以为我们要做的就是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万事不强求，大错特错。这根本不是顺其自然，这是听天由命，是把自己生命的舵盘交出去。
任由风浪摆布。阴符经告诉你，你不是这艘宇宙飞船上的乘客，你是驾驶员。观在古代修真语境里，绝不是用肉眼看，这里的观相当于建立一个高维度的元认知模型。你要像顶级的数据分析师一样，跳出画面看画，去洞察这个世界庞大系统背后的底层算法，小到一片树叶的落下，大到一次经济周期的更迭，都在观的射程之内。什么是观？就是在暴雨来临前，你闻到了空气中泥土的味道，是在市场崩溃前，你感受到了人群中弥漫的非理性狂热，这就是在训练你的第六感，让你大脑的网状激活系统能够精准过滤噪音，直达本质。但这还不够，最狠的是下一个字，执掌、执行、掌控。当你洞察了规律，你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执行它，像一道闪电，没有一丝迟疑。有人会想，我看到了机会，但我害怕失败，还是再等等吧。这就是凡人与高手的区别。那个机稍纵即逝，你等的瞬间，就是他溜走的瞬间。只是一种全然的信任和果决，是把你的全部能量投注在你看清的那个道上。举个现代的例子，巴菲特为什么是股神？因为他花了一辈子去观商业周期和人性贪婪的规律。当市场极度恐慌，血流成河，所有人都在尖叫着逃跑时，他看到了那个萧条周期必然反转的道。然后他做了什么？他果断地逆势买入。那一刻，他不是在赌博，他是在代替天道执行规律。心理学家荣格提出过共识性原理，当你内心的频率与外部事件的频率达成某种神秘的共振时，看似无关的事情会产生有意义的巧合。这其实就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的科学解释。当你把自己从一个被动的受害者角色切换到主动的观察者和执行者的角色时，你会发现所谓的命运其实是可以被编程的。你不再抱怨环境，因为环境只是你的素材；你不再恐惧变化，因为变化就是你的燃料。这才是真正的顺势而为，顺着宇宙的大势，为所当为。现在我们有了理论，有了方法，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因为你的能量漏了，你的系统里有致命的漏洞。阴符经里有一句极其惊悚的话：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什么是五贼？传统解释说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但在今天，在心理学和脑科学的语境下，它有更扎心的解释。这五贼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也就是你的5种感官欲望。为什么叫他们贼？你想想你现在的状态，拿起手机刷短视频，一刷就是2小时，回过神来只剩空虚。你的宝贵时间和生命力被视觉偷走了。听到一点八卦或负面消息，内心立刻波涛汹涌，
情绪瞬间爆炸，你的宁静被听觉偷走了，沉迷于高糖高油的垃圾食品，换来短暂的口腹之欲和长期的健康负债。你的元气被味觉偷走了。这5个贼就像安装在你身体里的5个特洛伊木马，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无时无刻不在向外泄露你的精气神，他们在窃取你的生命能量，让你变得焦虑、疲惫、空虚，最后成为一具被多巴胺操控的僵尸。很多中年人为什么觉得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神被这5贼偷光了。生命这盏油灯的灯油快耗干了。但是阴符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没有让你去禁欲，去当苦行僧，那不符合人性。它给出的解药只有1个字：见。见之者昌，这个见是觉知，是监控，是内心升起一个不动声色的观察者。就像家里进了贼，如果你在呼呼大睡，家底肯定被搬空，但如果你突然醒了，开了灯，哪怕你一动不动，只是坐在黑暗里，用一种冰冷、平静的眼神盯着那个贼，你觉得那个贼还敢动吗？他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跑。当你意识到我现在正在被短视频偷走时间的那一刻，那个 app 对你的魔力就开始失效了。贼最怕的就是暴露在光亮之下，这就是佛家说的照见五蕴皆空，也是现代心理学说的原认知唤醒。当你能时刻保持这种觉知，能像第三方一样观察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认同它时，奇迹就发生了。原本消耗你的五贼，会瞬间转化为滋养你的五行能量。看见自己贪吃的欲望，你可能会开始研究营养学，让味觉成为滋养身体的仆人。看见自己被八卦牵动的情绪，你会开始探索人性，让听觉成为洞察世事的工具。原本让你沉沦的欲望，会变成驱动你前进的动力。这就是见之者昌，不是消灭欲望，而是驾驭欲望。当你成为了内心真正的君王，所有的感官享受都是来朝拜你的臣民，而不是骑在你头上的暴君。掌握了内心的控制权，我们再来看看如何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阴符经给出了一个最具辩证法的公式：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这段话简直就是塔勒布反脆弱的东方祖师爷版，它揭示了宇宙中最高级的算法，二元对立的动态转化。绝大多数人都是直线思维，成功是好的，失败是坏的，顺境是恩，逆境是害。但阴符经告诉你，这一切都是假象，是能量体的一体两面。生者死之根，当你最风光、最得意、最舒适的时候，往往就是毁灭的种子埋下的时候。这听起来很玄，但却是必然。一个公司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他开庆功宴，人人高喊我们无敌的时候。一个人的堕落，
往往始于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为所欲为的那一刻。为什么？因为舒适会带来傲慢，傲慢会带来盲点，熵增定律就开始无情地启动了。你觉得躺着很舒服，但你的肌肉正在萎缩；你觉得众星捧月很荣耀，但你已经听不进一句真话。你以为你在天堂，其实你的一只脚已经踏入了地狱。死者生之根。反过来，当你陷入绝境，遭遇背叛，一无所有，被全世界抛弃的时候，恰恰是新生命开始发芽的时候。所有的伟大几乎都是在废墟之上建立的。绝境会逼你放下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逼你丢掉所有无关紧要的累赘，逼你把全部的能量聚焦在活下去这一个点上。就像一颗种子，只有在黑暗和压力的泥土中，才能积蓄破土而出的力量。你以为那是坟墓，其实那是子宫。恩生于害，害生于恩。那些天天吹捧你，让你舒服的人，可能正在用最温柔的方式给你喂毒药，把你推向深渊。而那些打击你、折磨你、逼迫你走出舒适区的痛苦和敌人，可能恰恰是你命中最大的贵人。他们用最粗暴的方式帮你挤掉脓包，让你保持清醒。这不仅是哲学，这是生存策略。它要求我们在生活中具备一种上帝视角。在顺境时，你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主动寻找那个死的根源，去自我革新，去主动吃苦，这叫对冲风险。在逆境时，你要满怀希望，心存火焰，因为你知道这只是生的根源在积累养分。你只需要找到那个破局点，把这段话刻在脑子里。当你失业了、失恋了、破产了，告诉自己，这是死者生之根。我的操作系统正在强制重启升级。当你暴富了、升职了、爆火了，告诉自己，这是生者死之根。如果不主动删减，崩溃就在眼前。只有理解了这种非线性的因果关系，你才能在这个黑天鹅频发的世界里做到真正的宠辱不惊。最后，我们来到了阴符经的终极境界，这也是无数修仙者梦寐以求的顶点。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这句话听起来狂妄至极，宇宙怎么可能在你手里？但如果你了解现代物理学的全息宇宙论，你会发现这简直是超前的科学语言。全息理论认为，宇宙的任何一个微小部分都包含了整个宇宙的全部信息。你的一根头发里包含了你全身的 DNA 信息。同样，你的人体小宇宙在本质上与外在的大宇宙是同频同构的。当你的修行达到了极致，当你通过观天、执天、见五贼、通生死这一系列的高强度训练后，你的身心频率会与宇宙的底层频率完全共振。这时候，宇宙在乎手不再是一个比喻，它意味着你能像看自己的掌纹一样，
清晰地看到事物发展的脉络和趋势。你不需要去算命，因为你就是规律本身。你内在的起心动念就是外在世界的因果缘起。万化生乎身，则意味着你成为了一个超级能量枢纽，一个现实的创造中心。你的一个念头，你的一个行动，都能在蝴蝶效应的放大下引起外界巨大的连锁反应。这不是特异功能，这是能量场的真实作用。一个内心高度和谐、能量充沛的人，他所在的地方磁场都会变得不同。这就是儒家说的为天地立心，道家说的炼神还虚，也是现代心理学讲的心流的最高阶状态，天人合一。在这个状态下，你不再是那个为了碎银几两而焦虑的凡人，你是一个行走的现实扭曲场。你创造环境，而不是被动适应环境。让我们重新回顾一下《黄帝阴符经》留给我们的这5把钥匙。道基论，世界是能量掠夺性的，你要做主动的能量捕获者，而不是被动的电池。驾驶员思维，拒绝盲目顺从，通过极度的观察和果断的执行来重写命运剧本。内控无贼，用觉知这把锁锁住你的感官漏洞，防止多巴胺偷走你的生命力。辩证生死，在危机中看到转机，在繁华中看到危机。利用反脆弱性穿越人生的周期，深极宇宙。终极方向是向内求索，打通身心与宇宙的连接，成为命运的主宰。这就是短短300多字的阴符经为什么能让千古英雄尽折腰的原因。它不是经书，它是武器。它不是教你如何逃离这个世界，而是教你如何征服这个世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或许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极致的清醒和强悍的生命力。如果你听完这期内容感到后背发凉或者热血沸沸，那么恭喜你，你已经穿过了那层筛选平庸之辈的迷雾。最后，我希望每一位有缘看到这里的同路人，都能接住这份穿越千年的能量。请在评论区郑重地打出“观天之道，与心欲命”这8个字。这不仅仅是一个动作，这是一次你与自己灵魂的加冕仪式。当你打下这几个字，就是在向宇宙，向你的潜意识郑重宣告：从这一刻起，我收回所有外放的能量，我不再是被情绪和欲望操控的奴隶，我是掌控自己生命能量的唯一君王。我们每一个人的评论都像一盏被点亮的新灯，当成千上万盏灯在这里汇聚，将形成一片强大的光之海洋。这个共振的能量场会反过来加持和祝福每一个醒来的人。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阴符经这套威力无穷的操作系统，它教我们如何导机，如何执天，如何将自己变成一个高效的能量转化器。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同样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在关羽手上是青龙偃月，义薄云天在恶霸手里？
就成了滥杀无辜的凶器，并最终引火烧身。阴符经早已给出了答案，就藏在君子得之故宫，小人得之轻命这10个字里。这10个字就是整部经书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安全阀和保险丝。有人会想，只要我掌握了方法就能成功，跟我是君子还是小人有什么关系？这正是致命的误区。我们先来拆解一个概念：能量与容器。阴符经所传授的术是获取巨大能量的方法，就像是教你如何引来9天之上的雷电。但是你的身体和心性，这个人本身是一个容器，这个容器的材质、容量和坚固程度决定了你能否承受得住这股雷电之力。如果你的容器是一个小小的玻璃杯，却妄图去装整个太平洋的海水，结果只有一个，杯回水清，那么决定这个容器质量的是什么？是德。这里的德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做个好人那么简单。在阴符经的语境里，德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它代表了你的心性容量、你的格局、你的敬畏心，以及你与天道的契合度。君子得之故宫，故宫是什么意思？是戒慎恐惧，是谦卑，是深深的弯下腰。君子在掌握了天机之后，反而更加小心翼翼，因为他深刻地明白，这股力量不是他自己创造的，而是他通过道基从天地宇宙中借来的。他只是一个管道，一个执行者。他越是成功，越是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对天道的敬畏。这种敬畏心就像给高压电缆装上了最顶级的绝缘层，让巨大的能量能够安全地流过它，去成就一番事业，而不会将它自身烧毁。它的故宫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加固和扩大自己的容器。小人得之轻命，轻命是什么？是轻狂，是傲慢，是老子天下第一。小人一旦掌握了一点术，获得了短暂的成功，立刻就会陷入狂妄自大的幻觉。他会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牛逼，是自己应得的，甚至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规律之上。他开始滥用这种力量去满足无限膨胀的私欲。这种狂妄就是容器上出现的第一道裂缝。当你认为力量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切断了和天道的连接，你从一个管道变成了一个死水潭。宇宙的能量是流动的，它会寻找最通畅的管道。当你的管道因为傲慢而堵塞，能量不仅不会再来，之前积聚的能量还会因为没有新的来源而迅速腐化，变成反噬自身的剧毒。这可以用一个更现代的比喻：宇宙的高利贷。你向宇宙这个银行申请调用能量，君子的故宫和德心相当于提供了最优良的信用记录和抵押品。宇宙愿意以极低的利息把能量借给他，因为知道它能创造更大的价值，并且会连本带利地以工业回馈世界。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小人的轻蔑和贪婪，相当于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赌徒，用欺骗的手段借了一笔高利贷。他拿到钱后立刻挥霍无度，以为自己成了人上人，但他不知道那笔借款的利息，也就是因果的反噬，正在以复利疯狂滚动。当他把借来的能量福报挥霍一空时，就是高利贷上门催收之日。那时候他会被敲骨吸髓，连同自己的性命、亲命一同赔进去。所以想要驾驭阴福金这匹烈马，必须先修炼好自己的德这个骑手。如何修？常怀敬畏，永远明白你的所有成就都是在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的结果是顺应了规律，而不是你个人有多了不起。对天地，对规律，对众生保持敬畏，发心为公。你到来的能量用于何处？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还是为了更大的目标？发心越是为公，你的容器就越大，能承载的能量就越多。为一己之私，最多是个富家翁为一家，可为族长为一国，可为栋梁为天下，方可成圣贤。功成身退，在事情成功之后，效法天道，不居功，不自傲，如同春夏生长，秋冬收藏，懂得在巅峰时主动鼓功，将荣耀归于天道，将利益分享给众人，这是最高级的商减之术。记住，阴福金交到你手中的是一把足以开天辟地的神兵，但在学会如何驾驭它之前，请先用得这股力量去淬炼你的心性，涤荡尽内心的贪婪、傲慢与狂妄，否则这神兵斩断的将不是前路的荆棘，而是你自己的命脉。真正的强者是力量与慈悲的结合，是驾驭雷霆万钧而心怀菩提之心，这才是阴福金背后那未曾言明却至关重要的终极秘密。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